什么时候发现我是新社长的呀？一会儿告诉你。对了，我先问你啊，你哪里来的钱买针锋上的呀？是不是跟姐姐要的？你说过我不准跟我姐拿钱的，所以我怎么可能跟我姐拿？那么多钱你从哪里搞来的？我卖了我自己的股份。什么？我发誓，你相信我，你跟我说过的话，我是不敢违背的。算你老实。那你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新社长的吗？当然啦，要不然你会以为我会为了股份轻易跟社长吃饭吗？可是你真的演得太像了嘛。谁让你骗我呢？其实你让我回针锋上上班的时候啊，我就有怀疑新社长是你。但是我问你又不承认，我又找不到证据。于是呢，我就提了一个过分的要求，要求20%的股份。你居然傻到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我就想一定是你。那时候其实我也犹豫了一下，但是后来想一想，你会提出这个要求，自然有你的道理嘛。而且我也怕，如果我拒绝你了，你会辞职啊。哎呦，怎么知道是你设的圈套啊？我真傻，真的。不过你真的够笨的哎，我都给你留线索了。哪有什么线索？想想房间号1219，是2月19号。哎，是我的生日。对呀，都没想到。那一开始你一直介意你年纪比我大，一直不肯接受我，怎么突然就改变主意了？是不是被我的真情感动了？你为我做了那么多，而且总是顾及我的感受。像你这么好的男人，我怎么舍得放手啊？你让我找到了恋爱的感觉。还不吃啊？我没胃口。伊人怎么样了？不太好，从昨晚到现在都没有吃过东西。这怎么能行啊？你又不听话了？为什么不吃饭啊？我现在还没有胃口，不想吃。你这样身体怎么能受得了呢？能不能别折磨自己了？一会儿我饿了，我会吃的。好吧，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他不在，他不在啊，找你也行。来找我。叶齐磊，你知道沈燕有多痛苦吗？他已经告诉你了。对，按常理说，我真应该上来给你一巴掌。但是看在你在婚礼上的种种行为，还算你有点人性。他还好吗？不好，非常不好。我已经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你们了，
该告诉他的。为什么？她是你的未婚妻，她有权知道。既然你不好意思说，就由我帮你说了。只要你回来，只要你留在我身边，我就没事儿。这是我不小心打碎的，我来收拾。不用管，不用管，没事。村委来过了，他该跟你说的都已经说过了吧？不要说，他说的是事实。不要说了，我不是陆准。不要陆准，不要说了。陆准，你是我的陆准，真正的陆准已经死了。你就是我的陆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对不起，我错了。叶娜，叶。我去，叶娜全都知道了。她刚从家跑出去，你说她有没有可能去德和英那儿？好香啊！睡美人儿，起来吃饭饭啦。我没胃口。怎么没胃口啊？你看我做的多香啊，给个面子呗。秦也说了啊，你要是再不吃东西啊，就把你送去医院打营养针。谁发的信息啊？你刚才去找谁了？没去找谁啊，就随便出去走了走啊。你去找尹维了是不是？有人跟你告状了是不是？你为什么要把齐磊的事情告诉他？告诉他怎么了？我觉得他一直被蒙在鼓里也挺可怜的，他有权利知道啊。再说了，每天看你那么委屈，他却跟陆准开开心心的在一起，我气不过。魏魏，因为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也是这件事情的受害者。我可没你那么好心。希望他不要出任何事情。叶娜，你怎么了？陆准欺负你了吗？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那就没有什么陆准。那个人叫叶齐磊。琳娜，你听我说，真正的陆准已经死了，是吗？琳娜，你听我说，爸爸，我不听你解释，你把陆准还给我好不好？我知道陆准没有死。好。爸，5年了，你们整整骗了我5年，我连陆准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琳娜，爸爸也是为了你好。陆准出事的时候，你也一副不想活的样子。琳娜，你在这个世界上是爸爸最重要的亲人，爸爸怎么会让你出事呢？啊！所以你就给我一个假的陆准，让我接受一份假的爱情。从小到大，我所有的事情都听你的。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你有没有问过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现在陆准没了，我活着干嘛？琳娜，听我解释，你听爸爸解释好吗？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恨你，我恨你！琳娜，你也知道对不对？连你也骗。琳娜，没事吧，先生？不要跑，快去追琳娜！可是你现在，哎呀，你快去呀！琳娜，你别这样！琳娜，你不要再闹了！我闹了吗？我被你们骗了5年，难道是我错了吗？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为了我是吧？你问过我吗？我愿意了吗？我们以为这样做你会得到幸福。我只要不幸福，是你们毁了我。你以为我们愿意这样做吗？当初陆准要死了，你也不想活了。我们怎么办？难道让我们看着你死？那你觉得我现在知道了，我还想活着？琳娜，冷静一点。你先听我说，你还有我，还有爸爸。我谁都不需要，我只要陆准。急救中心吗？静下，请你跟他进去，给他抢救。爸爸怎么样？我赶到酒店的时候，他就已经倒在地上了。医生怎么说？不知道结果呢，他马上要出来了。现在我们进去好不好？来，让一下。爸爸，我们现在送病人去做手术。我是烟呐。病人家属跟我去办手续。医生，我爸爸有没有危险？病人脑出血，是急性脑出血，幸亏送来及时，生命暂时没有危险，不过马上要进行手术。有什么治疗方案吗？或者说有没有风险？我们会对病人进行支架取栓，手术有一定的风险，不过我们会尽力的。是怎么引起的？他平常身体很健康。
病人有没有心脏病或者高血压史呢？没有，他定期检查，根本没有这些问题。那病人在今天早上发病之前有没有做过剧烈运动或者情绪剧烈波动呢？他今天早上生过很大的气，这样算吗？情绪上的剧烈波动也有可能引起脑卒中。医生，我跟您去办手续吧。好。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对不起。你放心吧，我知道，我已经找好了。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联系。好的，拜拜。以为的爸爸住院了。住院了？什么病啊？脑梗，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需要手术。这么严重啊？你不是认识很多医生吗？你帮帮他们吧。你放心吧，陆准也跟我打过招呼了，我给他找了最好的医生。哎呀，这人真是可怜，世事难料。这前2天还好好的。是啊，前2天还好好的。依恩，怎么了？都是因为我。这怎么能因为你呢？你怎么什么事都往你身上揽啊？你刚刚自己也说了，前2天还好好的人，突然间就倒了，肯定跟那场婚礼有关系。看到自己的女儿受委屈了，心里一定很难受。你太善良了吧！整件事情当中最受委屈的人是你啊！这叶齐磊变成陆准，这搞鬼的就是尹维的爸爸呀。他觉得这样是对他女儿好，事实上是害了他女儿。事情发展到今天，80%是因为尹维的爸爸，对不对？或许每一个父亲面对自己的女儿，都会产生一种保护欲吧。什么保护欲啊？他觉得他自己就是上帝。这一个人再有钱再有权，也没有理由去操控别人的人生吧？唉，要说啊，这以为真挺可怜的。其实以为任何过错都没有，这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哎，好了好了，你也别想了，有点困了，咱们早点休息好吗？我先上去洗个澡，洗完澡在被窝等你哦。他怎么会生病啊？别藏了，我都看到了。我只是担心我睡不好。说的有道理，允许你吃一粒。干嘛这个眼神看着我啊？今天惯着你啊，不代表以后都惯着你。吃上药就好好睡一觉，
憔悴的，我都心疼了。最近真是辛苦你了。知道就好。好了，快躺下吧，什么都不要想，把脑子放空。我去吹一下头发。今天下午开盘，空头的压力减弱了好多。我刚才查了一下，卢顿的主力资金已经全部撤出了。尹老头果然只是嘴硬，他的父爱令我感动啊。您的意思是，他撤资跟他女儿有关？管他和谁有关系呢？总之他已经退场了。我们现在要紧的是赶紧把损失夺回来。相信霍氏的股价很快就会理性回归到正常价格。理性回归，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赶紧调集所有资金，把我们的股价推上去。目标价是多少？至少150。150？按照今天的收盘价，那可是400%的涨幅啊！如果散户和中小投资者获利提前离场，我们别说获利了，就连安全抽身都很困难。你知道人性中最致命的弱点是什么吗？你说。贪婪。没有人能逃脱得了贪婪的控制。假如说有100块钱的利润，他们就希望有200，甚至300。在金钱的诱惑下，人们会忘记风险，同时，贪婪又会让他们不愿意退出场，因为他们怕出场之后，股价继续上涨，他们会把少赚的钱当作是自己的损失。可是400%的涨幅，那是相当不错的收益啊！所以啊，到了目标价位，我们就要全部出货，让那些贪婪懦弱的人付出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你要在高点做空霍氏。有钱没有不赚的道理啊。霍老师，卢顿已经收手了，现在不是战争，我们没有敌人了。要是这么做的话，我们血洗的可都是那些散户和中小投资者的血汗钱，他们搞不好会破产，会跳楼的。假如说卢顿这一次没有收手呢？假如说这次是我输了呢？跳楼的是谁啊？你要想保护好自己，首先要让自己强大。过去我认为我们霍氏是非常强大的，可是和卢顿比起来，我们脆弱的连一只小蚂蚁都不如。可是那些散户，他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那些钱也许都是他们的全部希望啊！霍老师，我们能不能……你如果不愿意去做，我另外找人。手术很顺利，你们可以放心了。那我现在可以进去看我爸爸吗？病人的麻药还没过，估计1小时之后才会醒。你是他女儿吧？一会儿要转入 ICU，需要家属陪同。病人醒了之后叫一声。另外，病人刚刚做完手术，需要好好休息，病房里面不要有太多人。好，谢谢医生。谢谢。谢谢你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照顾病人需要精力，你们家属自己安排好，别把自己累垮了。爸爸，
怎么不进去呢？我在这儿待着可能会更好吧。怪我太大意了。前2天德瑞克就说他头疼，我应该早点带他来医院检查。你没必要自责。刚才医生不是说了吗？手术很成功，接下来就只能静养了。耶娜是怎么知道你不是陆准的？岑薇告诉他的。岑薇？他这不是多事儿吗？哎呦，怪不着他，顶多是替沈嫣打抱不平吧。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还要谢谢他呢，把我心里一直想说的话给说出来了。但是没想到事情闹得这么大。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呢？德瑞克病倒了，耶娜也快要崩溃了。你说是不是我做错了？除了耶娜以外，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如果当初我就是不同意德瑞克做的决定，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原以为这么做是为了耶娜好。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呀？你同不同意，改变不了德瑞克的决定。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了，说那些都没有用。应该考虑的是，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能想到的，就是现在要稳住耶娜的情绪，等德瑞克身体好一点，再想办法带耶娜回法国。也只能这样了。你还没睡着啊？褪黑素不管用吗？我也不知道。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很困很困了，但是脑子里又很清醒。是不是又在想他？我知道我不该去想他，但是我控制不住。只要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他。满脑子都是他。那这个他，是陆准呢，还是叶启磊？在我心里面，他们根本就是一个人。明明2张脸，怎么就是一个人了呢？其实我一直觉得奇怪，以为跟他在一起5年了，难道就一点看不出他的变化来吗？虽然他们2个长得一模一样，可是行为举止肯定会有变化的。你也知道，我一直不是很喜欢他。其实我今天跟他说完那些话，我就后悔了。尤其知道他爸爸要手术，我心里就更难过了。但是，我真的见不得你受委屈。我当然知道了，傻瓜。这些天
睡不着，你都不知道我心里有多心疼。但是尹梅比我也好不到哪儿去，不光是他，还有齐磊。他都这样对你了，你还替他说话，我只能说，你真的是太爱他了。薇薇，如果这件事情换作是你的话，你还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吗？这我都没有想过。那你打算要跟他和好吗？爸爸，对不起，我不该对你说出那样的话，是我错了。你醒过来好不好啊？我什么都不要了。